看着熊熊的火焰在屋里燃烧起来，乌尔萨斯锁上门，转身离开。躲在门口的男孩喊来帮手，一起把特纳斯救了出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上推车去找医生。医生赶来后，给特纳斯带来了一杯罂粟汁，然后上演了一场血腥而恐怖的徒手复位。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我们继续《将死之人》的第7、8两集。医生给卡拉留了些麻药，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就离开了。这些麻药就是罂粟汁。罂粟最早被发现和使用的记录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400年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地区。苏美尔人将罂粟称为快乐植物，用它镇痛和催眠。埃及的医学典籍《埃博斯指草文稿》记载了罂粟的使用方法。罂粟大概是在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早期的罂粟大多是用于药用，古代医书如《本草纲目》中都记录了罂粟的药用价值。医生的医嘱就是要求卡拉严格控制服用的时间和剂量。卡拉扭头就安排特纳斯的手下去把阁楼上的金子收好，赌场要正常经营，而特纳斯的病情需要隐瞒好。手下拒绝服从一个女人的安排，卡拉态度强硬地告诉他，要么按照自己的要求处理好事情，要么等着特纳斯醒来发现一团糟大发雷霆。手下权衡利弊，决定服从卡拉的安排。手下来到火场，发现房间里空无一物，钱都被拿走了。卡拉的大女儿在外面和路人甲睡了一觉，半夜忽然醒来准备回家，却在路上碰到了沃尔萨斯。这个壮汉背上被灼烧过的旧伤狰狞恐怖，令人印象深刻。敲门声让卡拉紧张，打开门才发现是彻夜不归的女儿。他忍着怒气安排女儿正常去赌场上班，并且要她散布关于特纳斯去购买土地的谎话，一定要让人听起来无法辨别真假，因为那些与特纳斯为敌的人也会是母女俩的威胁。安东尼亚夫人去看望监狱里的丈夫。马苏斯领主要求妻子必须尽力保全家族和孩子，为此要他和自己划清界限，把一切过错都推到自己头上，韬光养晦，寻找机会把儿子扶上皇位。安东尼亚听从了丈夫的话，邀请4大派开了个碰头会，当众宣布自己继承了丈夫的蓝色股份，把想趁机重登大股东位置的卡托尼亚夫人气走了。然后她表明与丈夫划清界限的立场。为了得到自己就任蓝派大股东的第一场胜利，她找到了斯高普斯，做出一副想和好的架势。等到这个可怜的男人睡着后，她弄了一只毒蝎子放到斯高普斯的身上。卡托尼亚夫人也为了蓝色股份而努力。她突然试图勾引赛琳娜，可她错判了赛琳娜的性取向，导致赛琳娜直接带着儿子投奔二师兄去了。而斯高普斯睡过了比赛，还被蝎子咬了一口。当他匆匆赶到决斗场，发现场上众人都在高呼大师兄安德里亚的名字。原来开场前卡拉找不到斯高普斯，就安排安达鲁西亚3兄弟中的老大老二上场。不仅如此，卡拉还安排那些小孩子到观众席上去找观众下新的赌注。这一场比赛不仅让大师兄崭露头角，还让赌场挣得盆满钵满。唯一不开心的恐怕只有斯高普斯了，他气冲冲地来找特纳斯告状。特纳斯反而安慰他，都是金色派的老板了，还怕别人抢风头吗？退居2线默默挣钱也不错呀。但斯高普斯就是一根筋地认为自己就得喝酒嫖娼赛车，缺一不可。就在这时，多米提安王子破门而入，要求特纳斯尽快把自己的钱交出来，一边在伤口上撒盐威胁。特纳斯只好满口答应。卡拉开心地把今天挣的钱都交给了特纳斯。特纳斯告诉他，这样下注是违法的，但是看在钱的份上，小心谨慎行事也是可以的。正当卡拉为自己的成功开心不已时，他听到路人正在聊儿子垮梅和大块头的又一场决斗比赛。他赶紧起身去想办法。卡拉找到药剂师购买了毒药，交换条件是让药剂师下注给垮梅，这可是1赔12的赌注，说明所有人都会压大块头，垮梅胜率很低。然后卡拉神奇地混进了看守无比松懈的决斗士学校，
准确无误地找到了大块头的房间，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正在激战的大块头的酒杯里下了毒。第二天清晨，喝了毒酒的妓女已经死了，大块头一点都没发现，拿起另一杯一饮而尽。比赛开始了，这是一场身着铠甲的决斗。大块头占尽优势，从没有穿过铠甲的垮眉笨笨戳戳，疲于招架，险象环生。大块头的连番攻击把垮眉击倒在地，毫无还手之力。卡拉不忍直视儿子的悲惨命运，躲在角落里嚎哭。终于，大块头的药劲上来了，垮眉开始有了喘息之机。他抓起一把沙子扔向大块头，巧妙的一闪身割伤了对方。观众开始高呼垮眉的名字，鲜血让垮眉信心开始恢复，他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多米提安坐不住了，他发现了大块头不对劲，但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垮眉开始还击，运用灵巧的动作晃过对方的进攻，迅速转移到对方身后发起攻击，屡屡得手。大块头的移动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笨重，不断受伤，加上毒药的药性，他变得越发的呆滞，任凭垮眉的进攻毫无招架之力。卡拉也看到了希望，终于在大块头一个抡锤进攻中，垮眉抓住时机，一把利剑刺入对方身体，结束了这个不败的神话。大块头至死也不知道自己的死完全是垮眉的母亲那一番犹如神助的操作。卡拉救了儿子，这对母子拥抱在一起庆祝劫后余生。多米提安王子气得转身离场。而这时乌尔萨斯来到了特纳斯的住处，没找到躲在密室里的特纳斯，他把特纳斯手下的脑袋丢在了床上，然后直奔赌场。卡拉正和女儿生气，女儿不仅拒绝回老家，还拿起衣服就去找新认识的女朋友。卡拉无奈地自己收摊。一个黑影闪了进来，沃尔萨斯抓住了卡拉，追问特纳斯在哪。见卡拉不说，沃尔萨斯就起了杀心。卡拉奋力反抗，真是意志坚强，说实话比他儿子垮眉打的都好。利用身边的工具反击，用头上的发卡反击，攻击对方的弱点。其实他有好几次机会可以逃跑，但最终还是因为实力差距被抓住了。就在沃尔萨斯磨磨蹭蹭要杀死卡拉时，特纳斯忽然从身后冒了出来，一刀了结了这个老冤家。犹太公主格里安来找皇帝提图斯，她希望他能够念旧情，释放那些修建大决斗场的犹太奴隶，被提图斯一口拒绝。而且提图斯还要求他彻底离开罗马，免得贵族元老们在后面窃窃私语，威胁自己的统治。格里安公主彻底失望了。其实提图斯与表妹这个婚姻也索然无味，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每天例行公事后就各回各屋了。弗拉维安原新决斗场的建造进入尾声，多米提安独自来到决斗场查看。他想起当年自己给父亲韦斯巴乡的登基发言稿提意见，获得父亲极大的赞赏，现在想起来都是满满的得意。用决斗场的盛大表演和赌博来给出身低微的弗拉维王朝赢得市民的支持，用这种屠戮的狂欢转移矛盾和不满，是多么英明的决定。可那些来自被奴役的民族，他们的不满只有奋起一搏。突如其来的刺杀让多米提安吓出了一身冷汗。犹太公头忙着解释这是个人行为，王子也不敢逗留，忙着起驾回宫。埃利亚和朱拉出场禁果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夜夜厮混在花园里。这一天告别情郎后匆匆回屋的朱拉被安东尼亚夫人看到了，埃利亚赶回车库，两个哥哥调侃弟弟是不是有了心上人。腼腆的弟弟答应等待时机成熟就把女朋友带给哥哥们看。盛大的决斗表演又开始了，皇帝提图斯宣布自己有了继承人，满场爆发欢呼声，多米提安却闷闷不乐。特纳斯恢复得不错，一瘸一拐地来到决斗场观战。斯高普斯在后场心事重重。当手帕落地，比赛开始，大师兄如同插上翅膀一样纵马飞驰，观众席爆发出狂热的喊叫声。蓝色的瑞诺和白色的车手互不相让，最终挨得太近的两辆车的轮毂撞在了一起，一瞬间人仰马翻，双双爆飞。金色派系的两车遥遥领先，几乎稳操胜券。就在这时，场上爆发出对安德里亚的欢呼声，这名字刺激着斯高普斯。曾几何时，满场回荡的是他斯高普斯的名字啊！
这时恶魔已经偷偷控制了他的身心。最后一圈，场上还满是没来得及撤走的残骸。斯高普斯一拉缰绳，驾车把大师兄逼在了内道，离残骸越来越近，一旦撞上就是车毁人亡。但斯高普斯似乎就是在等待这个结果，完全不顾大师兄的吼叫。瑞诺拼命地往场外爬，但他的速度根本抵不过飞驰的战车。就在战车压过他的瞬间，大师兄的车撞上了残骸，瞬间战车爆裂，马匹哀鸣。死神就在这一瞬间降临人间，收割灵魂。当血淋淋的大师兄被抬下场，他挣扎着嘱咐两个兄弟互相照顾，随后就撒手人寰。获得欢呼声的斯高普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车库，迎面就被小师弟艾利亚一拳。艾利亚指责眼前这个杀人凶手害死了哥哥，但斯高普斯拒绝承认，他狡辩这就是一场意外。愤怒的艾利亚一边指责一边就要拼命，被二哥和老罗斯拉开，特纳斯也过来阻止。所有人都罔顾真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站在斯高普斯一边。对他们而言，死去的人和真相一样，都是没有价值的。艾利亚希望二哥和自己一起为大哥讨回公道，但二哥当时正忙于其他事，并没有亲眼看见。艾利亚失望之余，悲愤交加地宣布与金色派彻底决裂。目睹这一切的卡拉不忍心地质问特纳斯为何要撒谎。特纳斯表示车手很多，死几个也没有关系，但斯高普斯只有一个。大师兄的葬礼在罗马郊外的墓地举行，特纳斯默默地来到现场，站在卡拉身边。卡拉再次质问特纳斯为何要对男孩撒谎。欺骗别人很容易，但欺骗自己很危险，而且说出真相的后果对特纳斯来说并不算什么，但对这个年轻人来说，真相就是正义。特纳斯认为自己没有义务这么做，而且女人也只是因为利益和自己在一起，没必要要求自己的正义和良心。卡拉满心失望地转身离开。艾利亚简单地收拾了行李就要离开，二哥努力地挽留他，他希望哥哥和自己一起走，但哥哥表示自己离不开塞琳娜，而且特纳斯和斯高普斯给自己顶替了大哥的机会。艾利亚好笑，哥哥竟然蠢到也要去送死，但他无法说服哥哥，于是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艾利亚开始寻找目击者，他询问老罗斯，老罗斯也没有看到。他忽然想起幸存的瑞诺。斯高普斯带着礼物和钱来看望瑞诺，没想到瑞诺表示自己看到了斯高普斯把大师兄逼在内道，导致其撞上残骸的过程。他希望斯高普斯去自首，斯高普斯直接一不做二不休地把瑞诺给勒死了。当艾利亚赶到时，只看到斯高普斯佯装遗憾的虚伪样子。艾利亚决定寻求复仇，为此他和老罗斯一起投靠了蓝色派。死了首席车手的蓝色派正好缺人，艾利亚自告奋勇地充当车手。看着艾利亚眼里熊熊燃烧的复仇之火，安东尼亚夫人接受了他的毛遂自荐，但是要求他当晚亲自驾马车试跑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离开时，艾利亚碰到了卡拉的小女儿朱拉，她告诉女孩自己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做完以后就会回老家去，然后简单的说了句道歉就转身走了，留下女孩独自伤心不已。垮梅的胜利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不同，反而她为了拒绝再次上场而选择绝食，几天下来就虚弱的走不动路了。多米提安王子安排了人准备了一桌子对称山的美食，夸梅连看都不想看一眼，一点都不领情，这可把王子气坏了。多米提安干脆亲手抄起弓箭随机射杀。训练官上来提示王子可以射杀维果，他和夸梅的关系不错。王子高兴地拉满了弓，夸梅只能屈服了。他勉强地感谢了王子，并开始大口吃肉。多米提安心满意足地离开，同时告诉训练官，他需要一个更刺激的表演来杀死这个北非老鼠。白色长老莱托忽然求见皇帝提图斯，他举报多米提安是延误运粮和粮食暴动的始作俑者，他抓到一艘运粮船的船长可以作证。同时他宣誓自己和自己的派系的所有元老都会全力支持提图斯，这一切只为了换取即将完工的弗拉维安圆形决斗场的股份。提图斯接受了这个交换，随后他就来找弟弟。多米提安还是一贯的各种狡辩并全盘否认，但是一扭头他就找到了正在设计新决斗场开幕游戏的特纳斯，
质问他为何没把自己安排的事情处理干净。但其实两人都知道，这个时候几乎没有可能解决掉这个证人了。于是多米提安提出，唯一的办法就是永除后患，解决掉亲哥哥提图斯。多米提安的这个要求让特纳斯惴惴不安。回到家，他想与卡拉倾诉，又不敢说明。正巧卡拉也在郁闷大女儿奥拉彻底夜不归宿。奥拉从街边女友嘴里听说，除了奴隶以外，平民也可以报名当决斗士，而且女人也可以报名。决斗士吃得好，有钱挣，还可以获得尊重，这是底层穷人的一种职业选择。奥拉忽然有了人生目标。留给特纳斯犹豫的时间不多了。从金色派建立开始，他已经与多米提安绑在一起，密不可分。如果多米提安倒台，那么他自己也将万劫不复，所以他必须马上行动。他来到罗马广场上的尤利亚·巴西利卡，和一个军官秘密会面。他说服对方，军人气太足的提图斯不适合作为和平治国的皇帝，而多米提安这个政治家才适合。对方才不管这些，直接开口就要了一个天文数字1000万，而且不接受还价，2天后交钱。如果不接受，那么自己会亲手解决掉眼前这个赌场老板，并提着他的头去向提图斯举报多米提安。特纳斯只能忙着去筹钱了。埃利亚见到了斯高普斯曾经驾驶的爱马，失去了斯高普斯，这匹曾经拥有专属乐队铲屎官厨子的马儿被独自丢在马圈里饿肚子。埃利亚是懂马的，而且非常有耐心。当他获得马儿的信任后，在黑暗的决斗场上，马儿们拉着战车飞驰起来。埃利亚眼里闪过哥哥的惨死，仇人斯高普斯的可憎样子。他驾驶着战车风驰电掣地闪过看台，仇恨在他心中熊熊燃烧。好的，本集剧情就介绍到这里。这个沃尔萨斯真是个工具人啊，他明明有实力可以把特纳斯送走，却为了卖帅耍酷把自己送走了。卡拉利用近乎魔幻的手段拯救了儿子，除掉了儿子的对手，但他似乎并没有办法彻底拯救儿子。而且垮梅在管理那么松懈的决斗士学校，死也不逃的气概真是令人敬佩。卡拉的大女儿奥拉竟然打算报名去当决斗士，这真是令人惊讶的情节。不过在古罗马历史上还真的有女决斗士存在，虽然女决斗士的文献记录较少，但一些罗马历史学家如苏埃托尼乌斯和塔西佗都曾提及他们，而且在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一些关于女决斗士的雕像和铭文。例如在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一座古城遗址里，曾发现过一组雕像，描绘了2个女性决斗士穆拉和阿契利亚的战斗情景。而本剧的主角多米提安担任皇帝期间，曾下令禁止女性决斗士参与竞技表演，但这一禁令并没有彻底杜绝女性决斗士的出现。除此之外，本剧还还原了罗马广场，广场中最主要的建筑就是2座巴西利卡，埃米利亚巴西利卡和尤利亚巴西利卡，它们一北一南勾画了广场的基本轮廓。巴西利卡来源于希腊语，原意是王者之厅。基督教的教堂建筑就源于巴西利卡，这种建筑模式在拜占庭建筑和早期基督教建筑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而在罗马教廷的术语中，巴西利卡是授予拥有特殊地位的大教堂的称号。好的，本集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Salute you!